徐小姐，你没有怀孕啊？啊？没怀孕？那头2天我去献血，验血的护士说我怀孕了，还说那个 HCG 过高什么的。化验单你带了吗？带了。HCG 高不一定是怀孕的缘故啊。是什么呀？你今天的化验单上 HCG 是正常的，或许当天你体内的激素过高。曲小姐，你有没有在服用激素？没有啊，我有好一阵连中药都不吃了。那曲小姐，你想一想，化验之前你有吃过什么？吃什么？就是有同事给了我几个蛋黄派吃。那估计就是这个引起的。医生，你确定我没怀孕啊？没有。可是我最近确实感觉到身体会累啊，有点累。那有时候啊，要适度一点，节制一点。下次你怀孕，我们不来这一家。绝对不来，吃坏东西就以为我怀孕了，搞什么乌龙嘛！哎，不过幸好我没有跟更多的人讲我怀孕了，不然我就不光只是在医生面前丢脸了，我还要一一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没怀孕。想象力丰富的，肯定还以为我因为上次那场大病，我就怀不了孕，留不住孩子了呢。我说你怎么只想着自己啊？其实这样我也很辛苦啊。你辛苦什么呀？如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要弄假成真，努力让你怀孕，你说我辛苦吗？以大老板的个性，如果广而告之，结果却发现没怀孕，他的确干得出让我赶紧生一个这种事儿。哎，好吧，我没怀孕，应该觉得更幸运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呀？哎，你说我哥跟珊珊那么着急结婚，不会是珊珊已经有了吧？不会吧？珊珊如果有了的话，一定会告诉你的呀，让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注意。哎呦天哪！我刚看这些喜帖，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也是，既然没怀孕，又何必赶着结婚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，风大小姐？哦，你希望你未来的嫂子在婚礼上穿孕妇装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去年医生说，珊珊动了手术之后，可能还要调养几年才能怀孩子，兴许还，都不敢想。你怎么想这个呀？珊珊跟风腾的感情这么好，哦，那人家不怀孩子还不能进你们风家大门啊？哎呦，我的好丽叔，你就尽管责备我吧。我知道啊，我这样说特别的不对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父母死得早，我哥又是我们家唯一的独子，我当然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啊。你就不要操心了，我跟你说，珊珊还这么年轻，来日方长，这以后啊，珊珊一定会给风家生一个白白胖胖又不爱挑食的好宝宝。但愿如此哦。来。啊，还有这么多呢，我选呗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。挺喜庆。昨天发现自己怀孕，今天又发现原来没有孩子。短短的时间里，我好像也对这个虚幻的小生命投入了感情呢。可风腾怎么都没有一点失落。没有孩子，
他就这么轻松吗？你不喜欢小孩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就好像有没有孩子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有孩子我开心，没有孩子我也开心。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孩子而结婚。况且你现在太小了，现在让你当妈妈，我不忍心啊。我怎么小啦？我那些同学全部都当妈了，我今年都23了。23？嗯，你还太小了，可以再多玩几年。是你自己想玩吧？我是想玩啊，不过我玩什么呢？风腾，你真的觉得我能怀孕啊？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？是不是最近伙食不好啊？不过我是应该反省一下的，要不然你的肠胃怎么可能会有空间装什么蛋黄派呢？你饶了我吧，那是因为风月特别交代的，为了穿礼服好看，我要节食，所以我要控制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上次托你带礼物回老家的那个人是谁？阿佳，他给你吃蛋黄派的呢？还是阿佳。你不会又做了什么吧？阿佳的人是糊涂了点儿，但是他挺好的，工作也很认真，也很努力。没什么，他该……恭喜你成为心动游戏的出纳部长，能从助理一下子就成为外派的财务组长，你可是第一个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我一定会的。还真多亏大老板的想象力呢。上次误带违禁品到了封家老宅，让我们有机会交往。这次吃蛋黄派，误以为怀孕，让我们准备结婚。风腾说，阿佳是另类的媒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我会成为风太太的闺蜜嘛！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其实，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要不要结婚。毕竟风腾是因为我怀孕才想跟我结婚的，但是搞错了，没有怀孕。那他有没有暗示你他不想结婚了？没有，他说有没有小孩都很高兴，他还说也不想因为孩子跟我结婚。对呀，这就是不管怎样都结婚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你担心什么呀？可是他最近都没有跟我商量过结婚的事情。因为结婚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嘛。这想也知道，你跟风腾2个人在婚礼上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穿好漂亮的婚纱，还有礼服，然后出现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又不懂什么名牌儿，那婚纱这行那行你又不懂，你就让枫叶小姐给你办不就完了？风月也有2天没有联系过我了。哎呀，你想啊，这风家的婚礼怎么地不也得筹备个3、5个月呀？这才2天，才哪到哪儿啊？哎呀，你们就别取笑我了。哎，
其实我想过了，如果过段时间封腾还是不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，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就不结婚了。我觉得也挺轻松的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到现在我还不确定封腾是不是想结婚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结婚。不是你又犯什么傻呀？又犯老毛病是吧？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未来的老公可是风腾先生，你将来的生活只能越来越好。你犯什么愁呢？哎，你不会得那什么婚前恐惧症了吧？婚前恐惧症，就是婚前思想紧张、思想混乱，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担心。本来想还可以开开心心的恋爱一下，又想到婚后的生活非常没有自信，怕对方不爱我，或者觉得我们俩越来越不好，该怎么办？就是胡思乱想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你这么着，坐直了，右手拿起来，放到这儿。45度，问问自己，你爱封腾吗？这还用问呀？当然爱了。那就接嘛，你还想什么呀？既然人家封腾说了要跟你结婚，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做他以后生活的另一半，对吧？你就踏踏实跟他结婚就完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其他的事儿，不结婚光想象也遇不到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了这么精辟的话？我也写我下部小说里。来，好香啊！哥，你快看啊，这是3家顶级的婚庆公司策划的简介啊，快看一下。你跟珊珊商量一下，喜欢哪一个？不是说让你说了算？我可以做决定啊，但这是你跟珊珊婚礼的大事，你必须给我意见。我们家里本来人就少，爷爷去世之后呢，又一直不肯谈女朋友，我一直都很担心的。但现在好啦，1年的时间，我哥找到了女朋友，而且呢就要结婚了，婚后再给我们添一个小封腾，我们家又可以热闹起来了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不会马上要孩子。为什么珊珊太小了。 20多岁的女孩子不生孩子，等到80多岁再生啊？不会是珊珊身体还没好吧？风月，我知道我的责任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封家的传宗接代和我的婚姻联系到一起。不是哥，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直接告诉我。珊珊。 她还能够怀孕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回来啦！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月月，你也在啊？哎，来，快，这边儿啊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聊你的婚礼呢？看一下，这是3家最顶级的婚庆策划公司的简介，这是以往他们办过的婚礼案例，你看一下喜欢哪一家，好漂亮，明天就可以告诉我啦。啊，明天？ 如果太赶，婚礼可以先缓一缓。你不是说今年的集团事情特别多，明年开年就要结婚吗？我是说如果的话，不想你们太累。哎呀，那早结晚结都得结，都得看，是不是？来看一看喜欢哪一种，比如说有粉紫色，有蓝色系的，还有绿色、白色，还有地中海色系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我觉得红色也不错，特别的喜庆。还有呢，哎，我们的这个水晶灯，我觉得太漂亮了。要是你们这个上面有水晶灯，感觉真的像是打算将婚礼不了了之的前奏啊。就特别的多。
一起吃饭呀？大凡在吗？在。珊珊等会儿你陪大老板吃饭，麻烦吃久一点，拜托。怎么了？计算机有点宕机，等会儿大老板又要看客户和厂商的资料，不过还算好，这些政商名流的资料都打印出来了。不过最近公司好像没什么大活动啊，怎么突然要这些资料？珊珊，不会是你和大老板要结婚了吧？没有，你别乱说啊！阿梅，电脑什么问题啊？快来，帮我看一下。快帮我看看，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的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拜托，交给你了啊！已经在搜集宾客名单了吗？所以还是如期举行。封腾的婚礼对集团来说是件大事儿吧？肯定得搞个公开对外说明什么的。但是阿妹虽然跟我交情好，还是不要冒险问个究竟的好。凤腾，那个结婚日期定好了吗？大概需要几天呀？因为我好跟科长请假。朝问风月。不过不急。不急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急着请假，还是不急着结婚呀？封腾始终对结婚这件事好像没有特别的期待，也没有说不。到底想不想结婚呢？怎么样，风月？是这幅好呢，还是这幅好？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错，刚才看了一下，就这个还不戴头上跟王后似的。那这个要把头抬起来，没问题，真的。好看吗？我们的美珊珊真的是闪闪可人爱呀！这件还不错。哎呀，好漂亮啊！不过这个腰啊粗了一点啊，得收，起码得收10公分。珊珊，你看我，看我笑。哎，你觉得是这一件好，还是刚才那个立体褶花？立体褶花的太复杂了，我觉得这个简单清纯。也是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肩线有一点太宽了，整个这个地方都得改，对吧？你转过去，珊珊。从这儿到这儿，整个都得收紧，太宽了。收紧，然后腰线提高 ，OK 吧？应该可以。再转过来看一下，转过来，珊珊。珊珊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不先去休息会儿？真的吗？看看你的去。那个梅丽老师，只要你带了这几件。是的，这些呢都是我们明年春季的最新款设计。我觉得这些作品适合度也有限呢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让珊珊跟我一样，让梅丽老师定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特别好，因为女人婚纱本身就是应该定制的。但你知道梅丽老师她得提前1年预约，很难约的。明年你们春节就要婚礼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来跟她说。我跟你说啊，先让她呀跟珊珊见一面。梅丽老师这个人心最软了，一看到新娘子手就痒。珊珊，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？珊珊，睡着了。筹备婚礼挺累人的吧？但新娘子啊，千万不能让自己累垮了，不然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气色不好。这里有一个医生特别有名，性格，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调养的身体。你还记得你出院之后我给你的药帖吗？都是问他要的呢。所以呢，今天带你过来认认路，
以后你就自己过来，啊，没事的时候请他给你把把脉，开几副中药调理一下身体。哥，你开会回来了？是啊。风月带我去看了中医，就开了点药回来调理身体。我带他调理身体去了，医生都说了，母体养得好，孩子才能生得好。不是。风腾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之前也说不急着生，到底是怕我真的生不出孩子心里难过，还是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生小孩，不想结婚？真是不想邀请，尤其是那个叶董事，我还得千方百计想办法跟他说为什么他不能做主桌。还有，我还要打个岳阳电话去告诉风腾的客座教授，让他过来做主婚人。我也很头疼啊！哎，你们说那个，出版社跟作家哪个在前哪个在后？这个有学问。那个明月出版社跟繁星出版社的社长是死对头，不能放一起。还有那个白小雪跟吴佩书，他们两个是情人变仇人，更不能放一桌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才头疼。哎呀，你说我不是新娘子吗？大家可不可以在我的婚礼上一笑泯恩仇？是不是你们把事儿想得太复杂了？人家有这么事儿吗？如果是这么事儿的人啊，让他们自备盒饭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说那么没有建设性的话？哎，对了，我有个办法，把这些特别事儿的人啊，就安排在我朋友那一桌啊。我有很多朋友连中文都不会说，只会说英文。好办法。这个主意特别好。哎，哥，你有没有那些只会讲英文的朋友啊？你要多少？要多少啊？最少2桌吧。凑2桌，讲英文。郑琪，你请了柳薰小姐啊？是那个柳薰吗？柳薰？我没有请柳薰啊。谁是柳薰啊？哦，郑琪的某位前任。嗨，你没看清楚，你看，柳薰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号，我邀请的是 Jerry 把柳薰带过来的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Jerry 跟柳薰现在在一起了。所以你现在觉得特别可惜是吗？没有啊，没觉得可惜啊，他俩挺般配的，他现在是我好哥们的女朋友。哦，好哥们儿，据我所知是那种1、2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儿吧？对。就是1、2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儿，我跟柳薰也好久没见了，我肯定不会邀请他。风腾，是你邀请的柳薰吧？我没有啊。没关系的，可以补上。哎呀，我以为某些人跟我说他跟他的前女友都断干净了。断干净了，断得一干二净啊！别因为这事儿生气好吗？那不然你要怎么样？要不然我不请 Jerry 过来，或者说跟 Jerry 说让他赶紧跟他女朋友分手。别因为这件事无理取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无理取闹啊！我就是不想柳薰出现在我的婚礼上，我的婚礼。我知道你不想柳薰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，但是你说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都快结婚了，柳薰也有男朋友了，你因为这件事闹，那就真的是你不对了。我不对啊！哎，我的婚礼，我老公要把他的前女友带到我的婚礼上来，然后我老公觉得无所谓，我还不能发火是吗？
郑琪，我不管你是不是邀请了那个 Jerry， 我也不管那个 Jerry 到底带多少人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婚礼上就是不想看到柳薰小姐。OK。哎。哎，他们俩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没事。来。哎呀，好险哦！幸好你们是丽叔的新郎。你怎么那么坏啊？那我们还要不要请柳薰啊？比起快要结婚的我们，还要半年才步入礼堂的郑琪和丽叔，跟风月积极地讨论着每个细节。感觉上，我们的婚礼反而像是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顺便规划出来的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你尝尝。是不是太甜了？可是我觉得宴会上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。喂，哎，是我，你说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可是我之前跟他说好的呀。你让梅丽老师打电话给我。怎么了？风月，那个梅丽老师的助理打电话跟我说，他答应帮珊珊做礼服，但是之后他要着急去欧洲，他把我的设计图给别人做。你说我怎么办啊？时间快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好的吗？郑琪，你在干嘛？我分工合作啊，我挑酒。我婚纱都没了，你试什么酒啊？那你们忙你们的，我也帮不上忙啊，总得定一项吧。我什么都不管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管。婚纱没了，他连你看他有着急的样子吗？不是你这样生气有点莫名其妙。不是我可以不生气。我也在订酒啊。而且你看我也帮不上忙。虽然我也受不了这样的吵吵闹闹，但是我跟风腾实在安静得太可怕了。我们私下从来没有针对婚礼讨论过任何事情。这样像一对要结婚的人吗？你到底是打定主意要结婚，还是在盘算怎么不结婚啊？许小姐，药熬好了啊，谢谢。不用喝。为什么？来了来了，他终于要说出口了吗？打算暂停婚礼，还是根本就想取消？你又没病，喝什么药啊？你想生孩子需要的是我，不是中药。所以，你还是不想太早生小孩啊？刚结婚的两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二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什么意思？那如果磨合不来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将来生的小孩长什么样啊？没想过。不过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像我。哼，大老板，你可以再自负一点吗？你知道你这种自信多折腾人吗？像你呢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像你，像我比较可爱。很快这个年纪要过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妈说一下跟风月结婚的事儿？
喂，珊珊。喂，妈，是我。你在忙吗？哦，还好还好，就在烫一条裤子呢。你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挺好的。那个，你有没有跟爸提过我跟封腾的事儿啊？哦，还没呢。会的会的啊，我会跟他说的。他就在我边上。原来爸还不知道封腾，这下子要我跟他们说我要结婚。喂，珊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妈，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儿，先不跟您说了啊，改天再给您打啊，拜拜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自己也当心一点啊。珊珊要你跟我说什么啊？哦，让你当心身体，多保重，还能说什么？没说喜欢他那个男人的事啊？没有没有，年底了，他公司忙着呢。薛珊珊，都要结婚了，爸还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呢，这样真的结得了婚吗？今天的菜不合胃口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在想，我是该带你回老家看我爸妈呢，还是把他们带来上海？当然是要我们去你们家了。是啊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不急，等婚期定了再说。问题是，婚期要什么时候才会定下来啊？珊珊他爸，这不年底了，咱们家是不是该粉刷一下呀？不用了，每年都这么过来的。粉刷什么啊？打扫一下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那珊珊如果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呢？就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。啊？哎，这样不行，我得给珊珊打个电话了解清楚。哎呦，你这急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？怪不得女儿都不敢让你知道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这女儿谈恋爱找对象，我做老爸的关心一下不可以吗？我就上次听你说那个对象是不是很有钱？我是怕女儿受骗，我是保护她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冷静一点嘛。那你还记得上次珊珊生病开刀吗？她男朋友还不是放下工作亲自照顾到她出院。那珊珊也是看她这么真心的对待自己，又不嫌弃她生病，才同意和她交往的嘛。可是这个好了，咱们家不粉刷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啊。哎，说不定没几个月他们就不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其实你就让他们俩交往试试看嘛。你干涉这么多，珊珊30岁了还嫁不出去，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30怕什么？那这样吧，你叫她过年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一看。这个，好吧，那我让珊珊暗示她一下啊。哟，这带回来是不是显得珊珊太认真了？咱们珊珊可不能主动提啊。要不
要不让珊珊自己做决定吧，好吧？她觉得能带回来的话嘛，咱们自然也就看到了。哎呦，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她的男朋友，那总该相信女儿吧？珊珊可不是那个浮华的人，是吧？那些财大气粗的，她还看不上呢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别想了，啊，算你的账啊，算你的账。哎。说交了个男朋友就这反应，要真告诉他和大老板交往，这屋顶还不被他掀了？唉，珊珊，你怎么偏偏和大老板交往呢？这女人真是太麻烦了。你说我不说话吧，嫌我漠不关心；说了呢，又嫌我挑剔。他说啊，他一生只当一次新娘，得谨慎。那我不只当一次新郎吗？丽叔他一向很有主见，你不是就喜欢他这一点？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哎，你倒好，婚礼所有麻烦事交给风月帮你处理。珊珊呢，又那么好说话。你说你这新郎当的怎么就那么轻松呢？啊？你说果然这谈恋爱跟结婚就是不一样啊。你说我正奇谈恋爱至今，累积了多少经验？就没有我猜不透的，没有我哄不好的女儿。就这个袁丽书，她到底想什么呢？他就是这样一个个性，你只要跟他道个歉，一觉醒来不就没事了？我还道歉啊？哎，这个你知道啊？自打我们要结这个婚，我跟他道了多少歉？反正都这么多次了，你也不差这一次。再说，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。哎呀，我可真是羡慕你啊！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？什么都听你的。这个薛珊珊啊，是真的聪明，懂得给你留面子。哎，私底下也不跟你吵吧？命好啊！关于这次的意向，希望您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。好，等防火墙的全部计划我整理好以后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汇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那几位留步吧。啊，那辛苦你了，薛小姐。不辛苦。那您慢走啊。再见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大老板，还顺利吗？算顺利吧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紧张。大集团里果然是人才济济，大家的思维都很缜密，我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呢。封腾，哦，在这儿没有人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。既然碰见了，我想多跟你聊几句。自从珊珊动手术以后，我很明确，你是完全可以保护她的人。但说实话，珊珊最近有一些顾虑，毕竟你们俩是因为孩子的事才决定结婚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珊珊又确定没有怀孕，我们都很感动。你还是负起这份责任，说要跟珊珊完婚。但是你知道的，女孩子嘛，总是会想的比较多，她会考虑你究竟是因为有了孩子而要娶她，还是因为真心爱她而娶她。虽然珊珊嘴上没有说，但并不代表她不会想，不会期待。我好像说的有点多了。不会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像有没有孩子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我可真是羡慕你啊！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？什么都听你的。
makes you wonder,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? Sometimes I figure, oh, there's another lacking imperfection. Sometimes you're being hurt,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. Sometimes you're being bored, waste the life through hate. Always be 丽叔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也是一个处处要求完美的人。唉，但就是你的坚强好胜，所以你常常忘记，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。我愿意做你永远的肩膀，给你依靠。我不在乎婚礼上放什么花，有什么音乐，喝什么酒，吃什么糕点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只在乎你。 我也在乎你。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就是想让我们的婚礼有一个完美的记忆，不想留半点遗憾。所以，那我在乎的是不是也应该是你在乎的？当然，你在乎的就是我在乎的，所以我不允许我们的婚礼有半点遗憾。 我准备了梅丽老师的婚纱，她同意帮你定做婚纱了。真的？啊，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只要婚礼上有你，我就没有半点遗憾了。 凤腾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如果不是误会我怀孕了，你还会跟我结婚吗？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。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那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？你完全可以取消这场婚礼啊！你还不想的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们的婚礼，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没有丝毫的期待？
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精心的陪着你。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，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，我怕你处理不来，所以才全权交给风月来处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，我不是冷漠。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。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，它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。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，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。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指上，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。薛珊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你愿意嫁给我风腾吗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许下了诺言，这份爱没有期限，绝不会搁浅。珊珊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律师。哦，张律师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一眨眼，我在你们家做律师已经10几年了。你都要成家了，你看，要是你爷爷能看到这幸福的时刻，该多高兴啊！过2天就是爷爷的忌日，我会带珊珊去看看爷爷。好。哎，总是大喜事儿。好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这个婚前的协议呢，包括2个部分。是主协议和赠与协议。那么，封先生跟我说，昨天呢，他已经给你解释过这个主协议的意思，主要就是把你和集团的利益分开。关于这部分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是啊。那好，这里呢是赠与协议，它包括了封先生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商铺、珠宝首饰、股票以及股权基金，这也是你和封先生结婚以后暂时能够得到的所有。这么多，而且昨天封腾没跟我提这些呀。哦，当然了，这是你能得到的所有的不动产，还包括我们封先生这位动产。张律师，我记得那个基金和股票算是动产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股票和股权基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应该属于动产，但是
鉴于现在这个特殊情况，跟封先生比起来，他们不就显得像不动产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封先生是股票和股权基金的结合，生来就带有货币符号，当然显得流动性就更大了。所以呀，小姑娘，你可要好好经营哦。这些呢，我也只是说个大概，你要仔细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来问我。这么厚一堆，从哪里看起啊？我只签这一张。就一张？这……张律师，我跟珊珊单独商量一下。好，那你们俩再商量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让你签这些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没不高兴。那为什么不签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而且你昨天只跟我说有主协议，没说有其他的。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的时候拟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影响。这些赠与是我风腾所有的个人资产。主协议我没有意见。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，那我也要保障你的利益。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至少还可以拥有这些。您是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？不是，我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都当成是废纸。但珊珊，岁月太长了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至少你拥有这些，我可以少一份畏惧。风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当中，只有那间公寓拥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这才是我最想珍贵的。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感情，模糊了我们关系的焦点。再说了，我是跟你结婚，又不是跟钱结婚。没有你的话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如果没有你，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不签这些，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是你只有我了。妈，我要结婚了。
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珊珊又要回家过年了。当初牵了她的手上幼儿园，感觉就是昨天的事儿。是啊。没想到，过完年后珊珊就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珊珊打电话来说，就是在说这个事儿。你不是才跟我说珊珊交男朋友了？怎么没几天又说要结婚了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也骂过她了。我说了，这个事儿得要先问问你。我看啊，你是早就知道这事了，跟着他瞒我瞒到现在，瞒不过了吧？那你说这个男的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那个男的就是他的大老板，叫封腾。老板封腾，封腾，他们公司的大老板。对呀。你们娘俩是不是联合起来捉弄我？哎呦，我也想这样呀，但珊珊爸，我看这件事啊，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珊珊在公司里受到大郎伯的胁迫，受委屈了？哎呦，你别老是往坏处里想呀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，珊珊生病的时候，她男朋友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到她出院，这都是真的，这柳柳都可以证明的。那也不能说结婚就结婚的。珊珊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打电话问过她了啊。哎呀，你别东想西想的瞎琢磨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算是吧，那对方不是也提出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说这话？我说什么啦？珊珊都已经23了，不是小丫头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她总是要嫁人的嘛。等谁电话？没有啊，没事儿，只是在看时间。妈妈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急死人了。彤彤啊，这个叫啊什么的，就能查到封腾的来历啊？二伯，这叫 iPad 啦，只要是在网上有的资料都查得到。哦，那你帮二宝查一下封腾。发现什么了？原来我想要买的那款游戏是丰腾集团底下的子公司出的。下次我叫珊珊姐带一套回来，我就不用花压岁钱了。你查这些没用的干嘛？你就查封腾这个人，有没有结过婚？有过几个女朋友？先查这些。没有，都是一些财经新闻，什么买了哪些公司，股票预计多少钱。二伯，你要知道珊珊姐大老板的八卦做什么？你真想知道，问珊珊姐不是更清楚啊？让你查个资料这么多废话，我自己来，你会吗？我不要，你弄坏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你教我吧。好，这不是彤彤在帮你查吗？没有就是没有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难道你还希望珊珊的男朋友一大堆的花边新闻呢？珊珊姐的男朋友是丰腾大老板？不是，我还没同意呢。那个彤彤啊，谢谢你啊！你回家呢，先别跟你爸妈说这些，等珊珊姐回来以后，你们姐弟俩再多聊聊啊。好。
干嘛？哎，快点吃饭嘛！丽叔和振奇这对冤家啊，终于算和好了。今天我在这里订了包厢，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细节，放轻松点。我爸，你先进，我们先进去，走。喂，爸。珊珊，爸问你，你真的是跟大老板封腾在交往？对啊。你是真心喜欢他这个人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身份。对。那他呢？他也是。爸，方腾对我真的挺好的，你见着本人就知道了。见面？既然要见面，爸给他做套西装，就当见面礼吧。啊？爸，不用了，那个方腾他有挺多西装的，不用您做。这跟他有多少西装无关，你就把尺寸给我就行。爸，真的您别麻烦了，方腾他不需要。他不需要，我需要。爸知道他们家很有钱，可能也不在乎我给他做的西服。但是珊珊，你知道，爸这辈子可没有亲手做过西服送给哪一个人。爸，我明白了。您的心意，我会转达给他的。我先帮他谢谢您了。那你把尺寸尽快给我啊。怎么了？我爸说他要见你。我安排一下时间，跟你回去见父母。喝杯水吧。你在看家居啊？哎，这个沙发挺好看的哎。喜欢吗？喜欢呀，特别喜欢。珊珊，今天除夕我们到老宅过吧？不行啊，除夕要回家过的。我们结婚以后，也应该不能回家过年了吧？大年初一，我冯友还有严青去你们老家见你爸妈。真要回去见爸妈，不知道爸妈会是什么反应。冯先生，这是丰太的包裹。好，谢谢。丰太太，原来她跟大楼的警卫是这样说的呀。这应该是你们家寄的吧？啊？不应该呀，我妈也没有跟我
说呀？该不会是……老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薛珊珊，啊？解释一下。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老爸是做裁缝的呀？你应该没说过。那你现在知道啦。这套西装是我爸做给你的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穿着这套西装回老家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不穿也行。哎呀，真的太兴奋了！乡下空气特别好吧？对呀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散散心。一定的。现在咱们走吧。哎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全好了。你们人去就行了，准备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应该的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一定得准备大礼去表我们的诚意。哎呀，太麻烦你们了！别，千万没什么没什么。我们走吧。哥，你今天换造型了？双排扣，复古风啊！泰山定制。泰山定制，我只听说过人猿泰山，泰山定制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就是岳父定制。是，这是我爸特意为他定做的。哎呦，帅！哎呀，要是我的婆婆也能给我做条裙子，该多好呀！哎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要敢穿你婆婆做的裙子，那还真是好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看吗？还是。咱们走吧。